尊敬的齐普曼博士、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很高兴出席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。感谢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齐普曼博士的热情邀请，感谢新加坡政府和国防部的周到的安排。在中国云南省有一个香格里拉寺，在四川省还有一个香格里拉镇，寓意就是圣洁、美好、和睦、安宁的世外桃源。我们从世界各地来到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，相信都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而来，为增进亚太人民的福祉而来。当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，冷战思维卷土重来，地区冲突此起彼伏，各种安全威胁接踵而至，世界很不太平。面对各国人民求和平、谋发展、促合作的愿望，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安全倡议，倡导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走开一条对话而不对抗、结伴而不结盟、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，为应对国际安全挑战贡献了中国的力量。在此，我愿意围绕落实这一倡议，与大家分享中国的主张，展望亚太安全合作的前景，就有关问题阐明中方的立场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亚太地区是地区国家安身立命的共同家园。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繁荣稳定，前提是有一个安全发展的良好环境。地区国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，这个局面来之不易，但也要看到，当前亚太安全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大家都在思考，谁在试图搅乱亚太？乱源祸源在哪里？我们要警惕什么？防范什么？这些问题关乎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命运前途。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，站在地区各国共同利益的一边，做出明智的选择。一是用相互尊重取代霸凌霸道。事实证明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手伸向哪里，哪里就不得安宁，就会战乱丛生。中方认为，彼此尊重、平等相待，才能和睦相处。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，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，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人不安全之上。有的国家肆意插手他国的内政和地区事务，动辄单边制裁、武力胁迫，四处发动颜色革命和代理人战争，搞乱一个地区以后一走了之，留下一个烂摊子。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儿在亚太被复制。强调相互尊重，很重要的是尊重对方的战略自主和发展权。
而霸权主义的最重要的表现，就是剥夺别人的战略自主和发展权。中方坚定维护东盟中心地位，支持东盟坚持战略自主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携手实现地区合作安全、集体安全、共同安全。二是用公平正义超越丛林法则。国家不论大小、强弱、贫富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。国际事务要由各国商量着办，而不能由一个或几个国家来发号施令。中国一贯倡导并致力于实现国际公平正义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，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，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，践行的是多边主义，追求的是互利共赢。有的国家对法治和规则合则用，不合则弃，拿家法帮规强加于人，甚至用自己都没有参加的公约约束别人。其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，从来不讲清楚是什么规则，谁制定的规则，采取的是例外主义、双重标准，维护的是少数国家的利益，遵循的是少数国家的规则。公平正义的发展环境是亚太国家共同利益所在。谁想在这里割韭菜、薅羊毛、搞弱肉强食那一套，都必将遭到各国的共同反对。三是用互信协商消弭对抗冲突。国与国之间存在分歧很正常，但对待分歧的态度有两种，一种是激化矛盾，火上浇油；一种是寻求共识，劝和促谈，谁是谁非，不言自明。中国在处理国际危机中始终做和平的维护者。无论在中东、朝鲜半岛，还是在乌克兰等问题上，都致力于推动局势降温，促进政治和解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。反观有的国家在地区扩大军事基地，强化军事存在，推动军事竞赛，向无核国家转让核武器技术，其背后的行事逻辑无非是人为树敌，挑起对抗，拱火递刀，乱中取利的一贯套路。事实上，地区国家完全有智慧、有能力解决好矛盾分歧，加强对话沟通，促进团结合作，才是维护稳定的正确的选择。四是用开放、包容、防范、阵营对抗。当前，冷战思维卷土重来，极大地推高了亚太地区阵营对抗的安全风险。有的大国提出的所谓印太战略，中方认为，不管什么样的战略，都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，以所谓的假想威胁构建排他性的军事同盟，否则极易陷入自我实现的预言。
试图推进亚太北约化，其本质就是绑架地区国家，渲染冲突对抗，只会让亚太陷入到撕裂、纷争和冲突的漩涡。历史已经证明，集团政治、分裂对抗不会带来真正的安全，只会加剧局势的紧张，破坏地区的稳定。今天的亚太需要的是开放包容的大合作，而不是拉帮结派的小圈子。我们不能忘却2次世界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，绝不能让这样的悲惨历史重演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中国始终致力于实际行动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。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，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，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。这条道路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坚持和平发展，这是历经千辛万苦，基于实践得出的宝贵经验。中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，靠的是10几亿人民的奋斗、勤劳与创新，而不是通过侵略、扩张、掠夺获取的。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在搞建设、谋合作、促发展，这一点世界有目共睹。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中方愿意以各国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，为世界稳定繁荣提供新的机遇。第一，中国式现代化为促进共同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。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，以和平的方式迈进现代化，必然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带来强大的动能。过去的10年，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达到38.6%，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。去年以东盟贸易总值达到6.5万亿人民币，双方互为最大贸易伙伴。中国不仅自己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，还积极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脱贫。截止今年4月份，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4亿剂疫苗，向东盟国家提供超过6亿剂疫苗，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，推动铁路跨境货物运输覆盖多国，帮助有的国家有了第一条铁路，有的国家境内运输不再绕道他国，有的国家居民喝上了24小时供应的饮用水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因此而受益。中国将继续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，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，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国民众。第二，中国式现代化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。
中国将和平发展写进宪法，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，积极维护世界和地区安全。2008年至今，共派出44批139艘次军舰，为1500余批7000余艘中外船舶护航。今年4月以来，我们派军舰从苏丹港撤离940名中国公民和230多名外国公民。多年来，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，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是人数最多的。已包括东盟在内的90多个国家、1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开展维和交流与合作，有16名中国官兵在维和行动中牺牲。此时此刻，有2000多人继续在7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。我曾看到一位中国士兵在回忆维和任务时这样写过一句话：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维和，请告诉他，因为我们要维护人类文明的底线。这是一名中国士兵的朴素愿望，也是中国军队对世界的庄严承诺。第三，中国式现代化为完善全球治理发挥积极的作用。面对全球治理赤字，中国高举多边主义的旗帜，坚持共商、共建、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观。我们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，致力于推动全球安全治理，始终伸张正义，主持公道，弥合分歧，维护团结。在乌克兰问题上，中国立足是非曲直，恪守公正客观，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，派出中国政府亚欧事务特别代表赴有关国家进行沟通交流，不断寻求国际社会最大公约数。在阿富汗问题上，中国主动开展国际协调，召开或参加系列会议，发布中国立场文件，提供价值超过3.5亿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。在不干涉内政基础上，推动阿由乱及治。不久前，根据习近平主席同沙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，沙特和伊朗在北京举行对话，签署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，化干戈为玉帛，进而带动中东的和解潮。这是对话的胜利，和平的胜利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亚太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、潜力最大、合作最活跃的地区。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，我们需要的是持续稳定的亚太，而不是动荡不宁的亚太。中方愿意以各方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的意识，推动区域安全合作健康发展，努力建设开放、包容、透明、平等的地区安全合作
架构，谋求更加美好的亚太安全前景。中方愿意以各方一道，打造更高水平的安全互信体系，以心相交，承其久远。中方呼吁各国加强战略沟通，增进相互了解，不断征信施意。对短期内可以解决的矛盾，各方应真诚沟通，相向而行，尽快解决。对暂时解决不了的矛盾，也要坦诚协商，管控分歧，逐步积累互信，以相互尊重、协商一致、照顾各方舒适度为重要原则的东盟方式，就是亚洲智慧的成功实践。中方将继续深化与各国军事交往，建立更加紧密的安全伙伴关系，以军队和国防部门的高层交往为引领，密切多层级人员的来往，推进各类直通热线建设，拓展沟通渠道，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海上问题、陆上边界问题，努力促进睦邻友好。中方愿意以各方一道，推进更加公正的安全规则建设。亚太安全离不开良法善治，建设安全规则不能另起炉灶、推倒重来。各国应遵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，对现行的规则进行补充完善，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。中国始终不忘联合国宪章初心，加入了几乎所有的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。我们将继续与东盟国家携手努力，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，着眼管控风险和危机，推进海空安全磋商，严格执行并不断完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，聚焦新兴领域的安全问题，商讨太空、网络、生物等方面的安全规则的制定，推动建设普遍接受、公正合理的安全规则体系。中方愿意以各方一道，构建更趋完善的多边安全机制。中国与50多个国家建立了防务安全磋商对话机制，在此基础上，将持续推动多边安全机制建设。我们继续支持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机制建设，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防务合作机制，修订有关制度规定，逐步完善专家组工作模式，积极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、东盟地区论坛、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、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多边安全对话和合作机制，常态化举行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。中方每年下半年举办北京香山论坛，为各国安全合作搭建交流平台，欢迎大家今年能来华参加。中方愿意以各方一道，开展更加注重实效的防务安全合作。为维护亚太安全，中国同各方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，在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机制下，积极主办或参加反恐、海上安全、人道主义救援、减灾等领域的联合演习和桌面推演，
有效提升了地区国家应对非传统安全的能力。2002年以来，以60多个国家举行了近300场各类联合演习与训练。下一步，中方将继续参加东盟框架下的军事医学、扫雷、维和等领域的合作，以地区国家深化拓展双多边装备技术、军队院校、后勤保障、军事文化、军事气象、公共卫生等交流，参加中俄海上演练、上合组织和平使命、中检金融中心合作、中马泰越老检和平友谊等联演联训，也愿意应邀参加其他国家的联演联训，努力为地区国家军队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始终崇尚以和为贵。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，从未主动挑起一次冲突，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，从未发动过一场代理人战争，是全世界和平记录最好的大国。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但绝不会放弃维护自身正当的权益，更不会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。中国有一首广为传唱的歌曲，歌词写道：朋友来了有好酒，豺狼来了有猎枪。这体现了中国人民厚道友善、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。下面我就相关问题重申中方的立场。关于台湾问题，这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。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，这条前提不容置疑。台湾是中国的台湾，怎样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，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涉。事实上，100多个国家同中国建交的政治前提，就是坚持一个中国。一个中国的原则已成为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。开罗宣言、波茨坦公告白纸黑字写明，台湾回归中国是2战后的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。任何虚化掏空一个中国的原则，行径都是荒谬和危险的。是谁在破坏台海的稳定？这个事实众所周知。台湾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9·2共识，不断推进渐进式台独，大搞去中国化，妄图裹挟民意。有的大国频繁对台军售，协训台军，升级官方来往，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了自身的承诺，世人看得很清楚。民进党当局挟洋谋独，外部势力以台制华，干涉中国内政，才是造成台海局势紧张的根源，也是改变台海现状的最大麻烦的制造者。中方再次正告，台独分裂活动越猖獗，受到的反制就会越坚决，一切外部干涉势力都将以失败而告终。中国统一是历史大事，这一进程不可阻挡。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，必将随着民族的复兴而终结。中国必须统一，也必然统一，这是人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我们愿意以最大的诚意，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，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。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，中国军队不会有丝毫迟疑，不畏惧任何对手。
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都将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。关于南海问题，在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南海局势总体稳定，交流合作日益深入，这种趋稳向好的局面不容破坏。现在每年有数万艘各国船只在南海通行，经此运往全球的货物总价值达到3.5万亿美元，没有听说哪艘船通行受到阻碍，安全受到威胁。反倒是一些域外国家以航行自由之名，行航行霸权之实，想把南海搅浑，从中牟利，需要我们高度警惕，坚决抵制。域内国家团结的氛围需要珍惜。中国与东盟地缘相近，血缘相亲，人文相通，各国人民情同手足，邻里之间有分歧很正常，大家也正在沟通协商，妥善解决。但有的域外国家在背后挑拨离间，对此我们要分清利害，保持清醒。地区合作和平的前景令人期待。只有加强务实合作，扩大共同利益，才能更好地实现双赢多赢。中方愿意携手地区国家，着眼大局和长远，全面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，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，共同将南海建成为和平之海、友谊之海、发展之海。关于中美关系，这事关全球的战略稳定，也是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。中方认为，中美双方应不负期待，顺应时代潮流。中美关系的意义早已超出双边，影响全球。国际社会普遍希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，担忧发生冲突对抗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如果中美发生激烈的冲突对抗，那将是世界不可承受之痛。中方认为，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样子，不能为一时之私挑起阵营对抗，而应顾全大局，以交流合作化解分歧，回应各国的期待。应不忘历史，吸取经验教训。中美制度不同，差异很大，但并不妨碍双方求同存异，发展双边关系，也不妨碍双方基于共同利益深化合作。历史一再证明，中美和两利，斗俱伤。中方一直寻求以美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，但这需要美方拿出诚意，言行一致，以实际行动与中方相向而行，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止跌企稳。应不惧困难，找到相处之道。这几年中美关系徘徊在建交后的低谷，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缘由，大家都很清楚。世界足够的宽阔，完全可以容纳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各国共同发展。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3条原则，才是中美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。去年11月，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成功会晤，达成了重要的共识，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，共同推动
中美关系走出困境，重回正轨，更好地造福两国和世界。女士们、先生们、朋友们，人类的梦想是相通的，各国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，都在追求自己的香格里拉。道阻且长，行则将至。我们应携起手来，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，维护地区稳定与繁荣发展，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亚太。谢谢大家。